各位，習政會以後呢，郑丽文開創了國民黨的歷史啊，破冰之旅要來了10大惠台措施。我看呢，现在舆論呢，台灣的輿論呢，覺得鄭麗文國民黨主席這個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呢，我並不是這樣認為，我反倒是認為鄭麗文這個政治前途現在可以說是危在旦夕，壓力山大。為什麼這麼說呢，朋友們？首先咱們分析一下啊，鄭麗文這次的習政會要來的10大惠台措施，民進黨當局已經斷然拒絕了，給臉不要臉嘛，把大陸的好心當成驢肝肺了嘛。所以說真正的惠台讓台灣的民生問題改善的可能性沒有了，那剩下的只有什麼？剩下的只有鄭麗文抹紅通共這一說了。措施落不了地，但是呢，給你戴紅帽子可能落地啊，對不对？這是一。第二呢，馬上面臨着台灣的9合1選舉了，而鄭麗文習政會帶回來的基本上措施，正面措施落不了地，可是負面的這些台灣台獨派的內外夾攻呢，反倒是給他們有了這個，可以說是給他們有了槍了唄。所以我覺得壓力山大呀，鄭麗文吶。而且党內的人士也直言，國民黨9合1要敗選的話呢，鄭麗文和祝姐一樣就要被轟下台呀。國民黨呢，我早說是個百年大醬缸，是個爛攤子，誰接誰燙手啊。這個鄭麗文呢，可偏偏呢不信這個邪啊，長得也漂亮，口才極佳，還揣着一顆中國心。而且呢，鄭麗文主席那是非常有擔當的，可以說是鄭主席呢真是姑娘，真算條漢子呀。是真的臭到底了，在講實話，講什麼？為什麼不可以？這是我質詢時間，你閉嘴。你已經影響到整個會議的進行時間了呢。我哪有影響到會議的進行時間？那是主席的權利，不是你的權利。你可以憤怒，我也可以憤怒，怎麼樣？你有意見嗎？你們要求全民吃這些有毒的萊豬，我就是有意見，怎麼樣？哪有意見呢？你們要求？對啊，你們人那麼多，當然有意見啊。我們打不過你們啊，所以剛剛委員才說打架奉陪啊。剛剛周春米是不是說打架奉陪就丟豬不要？我們可以不要打架嗎？誰要跟你們打架？所以民進黨就是擺明要來打架就對了啦。民進黨就擺明禮拜5要來打架，我們不打就對了，所以不高興就對了，沒辦法打架，所以不打就對了啦。好了，那個講得那麼爽，講得那麼怎麼樣？這樣子，怎麼樣？你才過分呢！你才過分呢！你們民進黨最過分！你不要再搶！你不要再搶！你更過分！你更過分！你才過分了，誰過分了？你在質詢時間，我可不可以跟你插嘴？沒關係，你下次抽那個插嘴沒有關係，但是不要這樣。我為什麼要下次要跟你插嘴？奇怪了嘞！人家為什麼這樣罵人家？他干你什麼事啊？我當然跟我們什麼啊？所以嘛，你看看，你看看。議事人員，我們就是要保護議事人員的中立，就是這樣子。你們不是在保護議事人員的中立，你們是在濫用議事人員的中立。你太過分了，你那天講。你們才過分！那天為什麼所有的議場投票，民進黨、國民黨一邊，民進黨、國民黨一邊，你們可以配合民進黨，所有在同樣一邊投票，他們要怎麼做票，他們要怎麼樣監票，他們要怎麼樣亮票都可以，可以這樣子嗎？你講的道理可以聽嗎？真聽不下去，他站起来啦。你不用在那邊惱羞成怒啦，也不用在那邊替民進黨轉移焦點啦，給那裡告家來了啦，沒有任何法定程序，沒有任何科學報告，沒有任何查廠標示，就要馬上硬要我們吞萊豬，吞不下去，抱歉，吞不下去啦。鄭主席真是條漢子吧，各位。可是呢，他面臨的這個內憂外患呢，我是實在是比較擔心吶。
9合1大選眼看就到眼前了啊！蓝营的名嘴孙玉良直接拋出冷水，这仗要是打輸了，郑丽文絕對會被國民黨內的那幫老狐狸毫不留情的逼下台呀！可以說鄭麗文現在正在坐在火山口上啊，這個鐵娘子到底能坐多久呢？國民黨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啊，像一艘到處漏水的百年破船，早就被政壇上折騰的千瘡百孔。前幾次大選連連慘敗，那些平時西裝革履滿嘴仁義道德的黨內大佬一看風向不對，個個比兔子跑得都快啊，躲在幕後裝大牌。這種爛攤子實在沒人敢接的節骨眼上，鄭麗文說我來，這絕不是什麼風光無限的權力交接，更像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玻璃懸崖呀。鄭麗文在國民黨裡邊是個異類，早年混過民進黨，後來看透了綠營那套虛偽的台獨把戲，轉身投了藍營，半路出家的背景啊，在那些自詡為正藍旗的那些老藍男的眼裡邊永遠是個隱患，他們嘴上喊着支持黨中央，心裡邊卻一直拿着放大鏡挑他的毛病啊。更有意思的是，現在的鄭麗文比國民黨裡任何一個建制派的政客都更敢於大聲疾呼兩岸和平，敢於展露自己的中國心，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荒謬的錯位。一個曾經的綠營背景的人物，居然成了百年老黨裡邊最堅定捍衛中華民族大義的孤勇者。而那些權貴的子弟呢，遇到兩岸議題卻一個個像霜打的茄子，手數兩端，連個響屁都不敢放。鄭麗文呢，別看現在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但是帶着沉重的鐐銬，他既要安撫黨內那些早就厭倦了失敗的基層黨員，又要面對高層大佬們那種看客般的冷漠的眼神。他上任的第一天，可以說倒計時的沙漏就已經翻轉了呀。如果你覺得鄭麗文只要搞定民進黨就能贏下2026年的9合1選舉，那就太天真了。他現在面臨着最大的危機，恰恰是來自國民黨內部的諸侯割據。台灣地區的地方縣市長的選舉，表面上是看各個政黨在拼刺刀，實際上在國民黨內部是一場各懷鬼胎的暗中奪權呢。侯友宜和盧秀燕啊，這兩位新北台中即將卸任的老將，現在滿腦子想的是怎麼讓自己的接班人穩穩的接住地盤。對他們而言，2026年不是為了幫鄭麗文穩固主席大位，而是了保住自己的政治老本，順便把觸角再向台灣的全境伸一伸，為2年後的2028大選積攢第一桶金。再看那個被藍營當作溫室花朵一樣保護起來的楚軍蔣萬安，他頂着光環走到哪裡都有人捧着他的輔選，與其說是幫黨中央幹活，不如說是提前到各地巡視自己未來的江山。還有那個始終躲在陰影裡從沒有真正死心的前主席朱立倫，早就安排好了一幫年輕的朱家軍去搶佔議員的席位，時刻準備着在鄭麗文翻車的時候出來收拾殘局呀！你是中國國民黨的罪人，我要不客氣地說，朱立倫，你是中國國民黨的罪人。沒錯。今天我們回首朱立倫在擔任主席期間，造成國民黨幾次的災難。第一次換柱柱節，讓國民黨失去執政的機會。第二次讓我們的上百名的黨工遭受司法的追訴，甚至於羈押，差一點就滅黨了。我無意攻擊其他參選人，但是我的國民黨主席本來就應該有守法守紀的觀念。如果身為一個黨主席，連守法守紀守護這一部如憲法一樣的黨章都做不到，
他還有什麼資格罵別人違法亂紀？最後，我要不客氣地說，朱立倫，你是中國國民黨的罪人。這幫地方諸侯平時各掃門前雪，遇到難處就把鍋甩給了黨中央。鄭麗文心裡比誰都清楚這種主弱臣強的要命的格局啊。鄭麗文呢，硬着頭皮搞出了一個行動中常會，要把黨中央的那套班子直接拉到各個縣市去開會啊。這個呢，可以說是一招帶着血淚的苦肉計，要通過這種強行綁定的方式，逼着那些地方諸侯跟党中央同坐一條船。贏了，大家論功行賞；輸了，鄭麗文就是那個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背鍋俠呀。這就是現實的殘酷。滿朝文武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盤，真正替這個黨操心生死的，只有坐在火山口上的那個女人吶。跳出國民党這口大黑鍋啊，在兩岸的大格局看看鄭麗文的處境，民進黨那幫人是吃素的嗎？也絕對不是啊！面對一個戰鬥力爆表、邏輯嚴謹且旗幟鮮明反對台獨的對手，綠營的選舉機器早就開始高速運轉了。在台灣這種目前被嚴重毒化的政治土壤裡，說一句兩岸一家親都要冒着被網暴的風險。民進黨太知道怎麼對付鄭麗文了，他們不需要講理，只要瘋狂的給他貼上親中賣台的標籤就夠了。他們會動用所有的綠媒和網軍，把一場明明是選市長選議員的地方選舉硬生生的拔高到抗中保台的意識形態保衛戰。鄭麗文直來直去的性格呢，面對这種下三滥的抹紅戰術的時候呢，極容易吃啞巴虧。大陸的網友為什麼看重他心疼他呢？就因為在如今這烏煙瘴氣的台灣政壇，敢說真話的人太少了。那些表面上高呼保衛台灣的綠營政客，背地裡都往海外轉移資產，那些打着藍營旗號的政客，一遇到風吹草動就趕緊的撇清和大陸的關係。唯獨鄭麗文敢在槍林彈雨裡喊出兩岸必須要走向和平，這份勇敢在眼下呢卻成了他最沉重的政治包袱。綠營在前面架起機槍掃射，藍營的戰友卻在背後冷眼旁觀，甚至有人暗中捅刀子。夾在這兩股勢力中間，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驚心動魄呀。這場戰役對鄭麗文來說呢，沒有所謂的雖敗猶榮，只有生與死。孫玉良說他被逼下台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國民黨這部絞肉機百年不變的運轉的規律。大家還記得當年的洪秀柱嗎？那位身材嬌小卻充滿着爆發力的小辣椒，當年也是在國民黨男人全躲起來的時候挺身而出，結果呢，就因為他堅持了正確的兩岸路線，說了幾句不加掩飾的大實話，就被黨內的大佬們聯手絞殺，上演了一出極其醜陋的換柱的鬧劇。今天的鄭麗文幾乎就是站在了洪秀柱當年站過的懸崖邊上。2020年的這場選戰，只要結果稍微有點閃失，比如說丟了新北這個大票倉，或者是整體的議員席沒有保住，哪怕只是險勝沒達到預期，國民黨內部那些早就磨刀霍霍的派系絕對會瞬間的撕破臉，都不用等到第二天太陽升起，開票當晚的記者會上，逼宮的戲碼就會準時上演。本土派會跳出來指責他的兩岸路線嚇跑了中間的選民，前朝元老會陰陽怪氣的說他缺乏統御全局的智慧。在國民黨的企業文化裡邊，敗選的主帥從來沒有留校察看的待遇，只有被無情的掃地出門一個選項。他會被徹底的邊緣化，成為全黨為了掩蓋自身無能而拋出的最完美的替罪羊。歷史的巨輪滾滾向前，大江東去的洪流絕不是幾隻螳螂擋車就能夠擋得住的。
站在歷史的立場上看鄭麗文的這場生死局啊，大陸的網友心裡面跟明鏡一樣，無論2026年底那一晚的選票開出來是什麼結果，無論鄭麗文是絕對反擊帶領藍營殺出重圍，還是不幸被黨內的黑手推下懸崖，兩岸必將統一的歷史大勢連半毫米都不會偏移。鄭麗文的命運依然有着極其深刻的警示意義，他不僅是一個政治人物的沉浮，更是國民党這個百年老店最後一次實驗歷史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一個答卷。如果連這樣一個充滿戰鬥力、期盼兩岸和平、敢於向台獨亮劍的領導人都無法在国民党內部生存下去，都要被內部的尔虞我詐和外部的绿色恐怖联手绞杀，那這個政党真的就爛到了骨子裡，再也沒有任何被歷史拯救的必要了。朋友們，就像我說的一樣，鄭麗文此次習政會最大的價值就是讓中国共產党看到了一個台灣的敢於擔當的這麼一個猛將，所以我寄望鄭麗文嘛，是吧？乾脆在關鍵的时候寫一紙檄文，邀請中國共產黨派解放軍來台剿匪。鄭麗文那真的就是彪炳史冊了。点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